朴树不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人，旋律的创作能力、歌词的创作能力、编曲的能力太强了，远远超出大家对他的了解。你觉得他不准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把它修准。非常细致的那个气息的控制、尾音的控制、一些小滑音，它对音乐都是有影响的，是你绝对能感受到的东西，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的辅助。合作太多年，其实并不太会去描述说这是一个什么感觉。这就好像我把鼠标放在这儿，你觉得行吗？这么说吧，我第一次知道他打算做这张专辑，大概可能是2011年，日期已经到了，就必须要做完，但是还没有做到心中的最佳状态。朴树自己还觉得说还不满意，然后就马上给我打了一电话，不管发不发，我混音重新做。就反正他是这个性格，毅然决然就必须做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是重新做混音嘛。会有2个猎户星座嘛，有一个实体专辑版，这个实体专辑版就是后来的。最后的版本里边应该是我有5首歌吧，歌词没变，歌手没变，演唱没变啊，只是乐器比例，然后一些空间效果。但其实这些的影响对于歌来讲影响也很大。大家一定是要仔细去听，音乐里面有太多内容你可以听，尤其是朴树的编曲非常的丰富。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，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模样。平凡之路是这张专辑第一首被做出来的歌，不管从意义还是到好听程度，到编曲的这个就是层层叠进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关系，就这歌确实没什么可挑的。我说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中间的有些 rap， 那些发音是确定的，就是他自己非常确定到这个字发什么音，为什么要唱这个音什么之类的。向前走就上走，就算为那个沙漠，向前走就上走，就算为走沙漠，向前走就上走。大家可以仔细去听一听他的咬字，他的歌听起来比一般的中文歌要顺一些，是因为很多咬字的位置都有点像英文一点点，其实完全都是音乐的处理。中文我们是没有完全的轻声嘛，就是辅音完全不发音很少，但是朴树的歌词里非常多。风吹过的那个吹，风吹过的，有些韵母就直接不发声了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更丰富的音节，就是他自己是研究这个事情。风吹过的路依然远，你的故事讲到了哪？其实严格意义讲，朴树他不只是歌手，他是制作人，他就是更多复杂的身份在一起，不管是编曲还是旋律还是歌词，反正都自己关起门来做的，就是也不知道他都经历了什么，但是绝对是千锤百炼，特别经得起推敲。他是那种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特别的清晰。像我们就合作太多年，大家也很了解，其实并不太会去描述说这是一个什么感觉，就我大概知道他要什么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就好像我把鼠标放在这儿，你觉得行吗？鼠标垫一摆出来，你就觉得啊，这鼠标绝对不能放在中间，它要一个什么感觉，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感觉很好，所以我可能直接把它放到这儿来。还有吗？还有位置吗？啊，你说那这样呢？当然这个结果是双方都确认的。莫笑西风何必枯荣，莫道消磨热血已冷。心中的热血，年轻的那种活力，在这首歌里就是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，所有乐器都加了失真，就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听感。如果这首歌是一个干净的歌，虽然还是这些乐器，它就没有现在的感觉。还有一首歌我也挺喜欢的，就是这个 Baby До свидания， 歌名就是俄语嘛，所谓 До свидания 是再见的意思。稍微投入一点点精力在里面，你会突然觉得哦，这个音乐的乐器的搭配，然后这种唱法
你看这个咬字明显跟平凡之路完全不一样，对，所以它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就只要你看了歌词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唱歌。就让我沉入黑夜 ，Baby that's sweet 的娘。在这张专辑里，其实我还担当了一个身份，算是配唱制作人。但是我觉得我工作并不是告诉他如何唱，他非常清楚地认知自己的音乐长什么样子。朴树很奇怪，就是大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唱功特别厉害的歌手，但他其实唱得特别好。他的歌只有他能唱，他的咬字最有特点了，还有他一些转音，那是靠功夫才能唱出来的，这很奇怪。这么讲吧，就是修音准大家都懂嘛。朴树的话，你很难做这个调整，你觉得他不准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把它修准，因为这一句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能不能这一轮分开你的手？敢不敢正义反坠落？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。你不要管他在唱什么词，你就仔细听他的语气，每一个气息、开始、结束、尾音，全部都和音乐律动卡得非常的合适，不是准啊，是非常的合适。这个时候你再翻回来看一眼歌词，他演唱的语气跟歌词完全的统一。我找一下啊，这里。就这个滑音，然后下一句，哇，这个永远修不出来。就这种小半音，有的音在钢琴缝里的，似准非准，然后滑音中这种所谓挣扎，这种就是歌词上表达这个意义，就是只有唱成这个样子才有。而且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每次唱都能唱出这个味道，虽然音高不一样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就是他只要张嘴就唱出来就是这个味道，然后这个味道才是这首歌成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这首歌我印象很深，我当时有尝试能不能让它味道表达的更出来一点，然后就是我不管动哪里它都变少了，所以就是完全没有修音准。喉咙是一件非常好的乐器，但乐器是需要被人演奏的。有可能他的这件乐器并没有其他人的那么完美，但是是由一个最懂音乐的人来驱动的，他都能把歌曲表达的全部的意义还有情绪全部都唱出来啊，是能唱出来的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？什么都不说，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。听这种歌的时候，你不太想跟人聊天，那比如这首歌就是一个倾诉啊，一个非常安静的夜里，然后这种回忆就有很多有些遗憾的人，但是这些遗憾又不是完全悲伤，它其实又转向了另外一种美好。把这些东西说完之后再绕回来，我们说听歌，如果你想从歌里获得更多的满足感，你应该认真的听一听乐器，听一听演唱者他那些细节的非常细致的那些气息的控制、尾音的控制、一些小滑音，它对音乐都是有影响的，而且这个影响是你绝对能感受到的东西，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的辅助。你可能只是觉得啊，这首歌就是在写我太喜欢，我每次听要感动要流泪，然后你再多听听，还有更多让你流泪的东西在里面。你只要把它感情全部接收到了，这首歌其实你就得到它了，就它不是别人的歌，它已经是你的歌了，它能代表你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心境。个人也很喜欢这种能走到心里去，然后经得起推敲，和自己产生共鸣，这种音乐内容我是非常的喜欢。为你点起了灯，有时你唱起风，有时你沉默，有时我也有彩虹。其实你可以去先听一下那个猎户星座，就最开始的那个版本的最后一首，这个稍微有个故事，就是当时不是这个还没做完吗？然后发现我给自己挖了一巨大的坑。